大家好，我是东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锯人》第2部的15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一话优子终于是杀青了，被一个疑似电锯人的生物给嘎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约尔和三鹰将来到学校的废墟中，看着这一地碎成渣的制服强剑，约尔表示这把武器虽然伤害牛皮但是耐久度也是低得可怜而三鹰将此时却回想起了袭击发生的时候自己遇到的那个神秘少女，但约尔很敷衍地表示自己完全不认识那个人三鹰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只能作罢。在往回走的路上，三鹰将怀疑那个神秘少女其实就是正义之恶魔，但是由于当时自己也被倒塌的建筑砸晕，所以完全不记得那个少女对优子施展过什么法术。不过她的长相三鹰将还是记得很清楚脸上有很多痣，还有个奇特的耳环。正说着那个少女居然就出现在了三鹰将的面前，三鹰将顿时不知该如何言语。倒是少女这边和他同行的男子先开口了。原来这几个学生打扮的人是恶魔猎人社的成员。为首的男人介绍自己是社团的话事人，名叫伊势海春花。虽然你长得是挺骚包的但是哈鲁卡这个名字也太女生了吧。春花表示我很中意你三鹰同学。我们社团的万豪同学在上次的战斗中有幸目睹了你作战时的英姿正好那次战斗我们社团有人员上的损失，所以你提交的入社申请我就欣然接受了。我靠，这小鬼年纪不大，说起话来倒是拽得像个公司社长一样。当春花问起三鹰将对于社团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地方，三鹰将突然就切换为了约尔的形态说道，我听说电锯人就隐藏在这个社团里，你知道有这回事儿吗？春花瞬间就被约尔的问题逗得是开怀大笑我本以为他会吐槽到这种学生之间的八卦你也会信之类的说辞，没想到下一秒春花居然撩开了自己的衣服，一脸得意的说道，那还用说果然 What the fuck， 这是何等离奇的剧情进展春花的胸前居然赫然挂着那根象征着电锯人的拉环约尔这边也好似看到了耶稣本人一样，在原地直接傻愣了半天。随后他强行绷紧眉头，压制住了心中的怒火，表示自己尿脏慌了，要先走一步春花也爽快地放约尔离开了。不对那个神秘的少女呢？三鹰将，你确定不找她聊一聊吗？看来是电锯人的消息过于劲爆了。一路上三鹰将都在疯狂地提醒约尔，喂，大姐你冷静点你不要又和上次一样被骗了世上哪有电锯人会自曝身份这种设定的但是约尔已经认定了那个拉环就和金色闪电一样，是电锯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我操，这样一来，难道说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无数个电锯人吗？但是三鹰将又很疑惑，约尔，你既然那么痛恨电锯人，你刚才怎么不直接飞起来给他2个大嘴巴子这时约尔居然异常冷静地说道，我现在连优子都打不过，那怎么可能跟电锯人开干三鹰将听完都惊呆了，可以约尔，最近药效见长你还学会运筹帷幄了是吧？约尔看三鹰将好像很瞧不起自己，又开始发小孩子脾气了我只是没有厉害的装备罢了。参谋长三鹰，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给我编一把加18的大剑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可是这回面对约尔的无理取闹三鹰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居然答应了，连约尔也觉得我擦嘞，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今天怎么都不反抗一下的？这时三鹰将神情有些沮丧地说道，其实我是希望能早日和约尔断绝关系的。之后三鹰将说明了自己对约尔的不满，他认为约尔的存在会导致自己周遭的事物变得不幸。不对大哥，你这明明是在甩锅那之前回忆里不是说你从小就是个没逼体质吗？而且三鹰将还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只是他自己处境凄惨也就算了，三鹰将绝不能接受再有优子这种被自己所害的人出现了。
说到这里啊，山鹰将一脚踩扁了梦境中那不断在折磨他的知音。此刻啊，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人再因为我而受苦的世界，即使要把他人变为脊髓剑，我也是没有所谓的啦。哇！月儿看到山鹰将如此猎奇的发言，露出了孩童般天真的笑容。嘿嘿嘿嘿。培养了这么多话，这个孩子总算是堕入魔道了。那么第二天，山鹰将就来到了大街上，物色有没有什么路人可以变成武器的。月儿还好心的提醒他，其实你可以像上次一样啊，用老妈送的珍贵之符变出武器来也是 OK 的啦。但是看着山鹰将一副标准的死妈脸，不好意思啊，看来你老妈没给你留什么遗产啊。这时啊，一只喵子路过护栏，并且非常顺从地蹲在了山鹰将的怀中。山鹰将也少见地露出了笑意。月儿提议啊，把猫当作宠物饲养的话，也是可以变成武器的哟。可是，在性格孤僻的山鹰将心中，喵子明显要比人类来得更好相处嘛。所以他宁愿献祭人类啊，也是不会拿喵子开刀的。但是呢，山鹰将也没有狠心到随便找个路人就下手的地步啊。他表示要不要找个死了也无所谓的罪犯来做武器啊。这时5个来自全球各地的死刑犯同时感到背后袭来了一阵凉意，这就是所谓的共识性嘛。但是鱼儿当场就否定了山鹰将的想法，想要制造出强大的武器，就需要拥有等量的罪恶感。一个字惩奸除恶杀坏人，是做不出厉害的武器了。看着山鹰将迟迟不肯做出决定，约尔提出了经典建议，折中说：我看你呀，就在最不想杀的喵子和最无所谓的死囚这个区间里面选一个人吧。这样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啊，就能做出仅次于喵喵激光剑的强力武器了。我靠，你这儿说了半天，实质上还是拿普通人开刀啊！就在山鹰将快要被鱼儿忽悠成功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哟，这不是大电老师吗？他正搁大街上捡烟锅巴了。山鹰将顿时有些于心不忍啊！哇，在这个年轻人都很叛逆的时代，大电老师居然是这种三好青年的人设吗？在他的面前啊，我都感觉自己有点只见电次坐在长椅上，把捡来的烟锅巴都依次掰开，将里面剩余的渣渣收集了起来，最后卷成了一根新的香烟，装进了盒子里。山鹰将寻思这是什么操作？没办法了，跟着看看他到底想干嘛吧。随后啊，山鹰将一路尾随电次，却发现电次把包好的烟啊卖给了胡同里的流浪汉，还声称这是美国货，要1500日元一包啊！哈哈哈！山鹰将都麻了，你他妈的还是人吗？日本的烟一般都几百块钱一包的，你这屌人不仅卖外烟，还高价卖啊！但即使是这样，电次的行为也罪不至死啊！山鹰将正在犹豫，约尔看有机可乘啊，便马上过来插嘴道：“你看，这个人不就是刚才我说的吗？介于喵子和死囚中间的人嘛！不要想那么多了，快点动手吧！为了我们击败电锯人，山鹰将你早日脱身的计划迈出第一步吧！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此时的山鹰将又一次想起了游子临走时的样子，他已经不能接受比这更糟糕的结局了。说罢，山鹰将就追上了电次。后者回头一看，哟，因为你是个大美女啊，所以我对你有点印象。你不是那天在天台上把我疯狂羞辱了一顿吗？电次对山鹰将表现出了极度厌恶的态度。山鹰将也吐槽了电次卖外烟的弱智行为。电次明显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我靠，你还真以为我好欺负啊？专门找上门来骂我，老子可是很忙的啊，没有时间在这儿和你瞎掰了。”山鹰将眼看电次想要开溜啊，只好硬着头皮笑脸相迎，支支吾吾地问电次有没有时间。电次虽然是个顺飞啊，但是愣了半天之后，他还是反应过来了。你作为一个女生问我有没有时间，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
这时山羊的表情管理已经彻底崩坏了，他满脸羞得通红，犹如小小红附体了一样，在极度的扭捏中挤出了一段老套的对白：你明天如果有空的话，可不可以跟我去约会呀？啊，约会？谁呀？我啊，那肯定要去啊！本话结束。